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主角是我多年的闺蜜，北京某三甲医院的妇产科女主任林雪梅。这个故事说出来可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啊！林雪梅是我大学的室友，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年级第一，考上了北京最顶尖的医学院，毕业后进入了北京知名三甲医院，一路过五关斩六将，35岁就坐上了妇产科主任的位置。丽姐，我这辈子估计就这样了，天天面对的不是血就是病人家属的投诉，连对象都没时间找，单位安排的相亲都去了10几次，没一个满意的。记得3年前，我和雪梅在北京王府井的一家茶楼见面，她一脸疲惫地对我说，那时候的她虽然已经是主任，但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黑眼圈都快掉到嘴边了，整个人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我那时候已经做了好几年红娘了，看她这样，我心里那个不忍心啊，当场就拍板决定，行了，你别担心，这事交给我，我一定给你找个门当户对的，不仅人品好，还要让你工作轻松。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机缘巧合，我真给雪梅介绍了一个台湾来的医生陈志豪。志豪是台北某大学附属医院的心脏外科医生，来北京参加学术交流的时候，通过朋友认识了我，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这个人不简单，1米8几的个子，皮肤白净，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谈吐儒雅有礼貌。最重要的是，他对医学的那种热情和专注，跟雪梅简直是一模一样。我们台湾的医疗体系和大陆有些不同，但是医者仁心是相通的。他是这么对我说的，我立马安排了他们见面。那天真是超级顺利，两个人从医学院教育聊到最新的手术技术，从医院管理制度聊到患者心理，完全停不下来。雪梅后来跟我说，这是她第一次遇到能够完全理解她工作压力的人。丽姐，谢谢你，她真的太懂我了。半年后，他们闪婚了。志豪提出希望雪梅能到台湾生活，因为她在台北的医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雪梅思考再三，决定放弃北京的主任位置，跟着丈夫去台湾发展。丽姐，我太累了，想换个环境试试，可能台湾的医院压力没那么大吧。临行前，雪梅抱着我说，我当时还在想，台湾医疗条件能有北京好吗？雪梅可是从北京顶级三甲医院出来的主任啊，但看她那么疲惫，我也就没多说什么，只是叮嘱她到了那边一定要常联系。谁知道雪梅到台湾后的第一通视频电话就把我惊到了。丽姐，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视频那头的雪梅激动的眼睛都红了。你知道志豪他们医院是什么样吗？太震撼了。原来雪梅刚到台北不久，就跟着丈夫去医院参观，第一印象就被台湾医院的环境震惊了。宽敞明亮的走廊，秩序井然的排队系统，细致入微的标识牌，甚至还有志愿者专门引导初次来院的患者。这里的医院看起来更像是高级酒店，而不是医院。候诊区有舒适的沙发，还提供热茶和杂志，甚至有专门的儿童游戏区。你能想象吗？雪梅说着说着就笑了。我们北京那个医院，候诊大厅挤得像春运火车站一样，患者从早排到晚，医生累得眼皮都抬不起来。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真正让雪梅震惊的是她亲眼目睹的一场急救。那天，雪梅正在志豪的科室参观，突然走廊上有人大喊，有人晕倒了。志豪二话不说冲了出去，雪梅也跟着跑了出去。只见一位老人倒在走廊上，情况危急。志豪和几位医护人员立即跪在地上开始急救，他们的动作娴熟而精准，没有丝毫慌乱。最令雪梅震惊的是，主治医师直接跪在地上为患者做心肺复苏，全程指挥抢救，而不是像在大陆医院那样，总是由年轻医生或护士去做这些脏活累活。丽姐，你知道吗？志豪和他的上级主任都跪在地上抢救那位老人，他们完全不顾自己的白大褂会不会弄脏，也不管膝盖会不会疼，就那样跪了近1个小时。我当时站在旁边，眼泪都快出来了。更令雪梅惊讶的是，急救过程中有专人负责安抚老人的家属，详细解释每一步抢救措施，而不是像在大陆，家属常常被隔离在抢救室外，焦急地等待结果。志豪告诉我，在台湾医院，
尊重患者和家属的知情权是最基本的医德，每一步治疗都会耐心解释，让患者和家属参与决策。幸运的是，那位老人被成功抢救了过来。事后，志豪的主任甚至亲自去病房探望，询问老人的恢复情况。这在雪梅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大陆的医院里，医生比明星还忙。我作为主任，每天要看70-80个病人，哪有时间去病房跟患者聊天？能准时下班就算是奇迹了。随着在台湾生活的日子一天天增加，雪梅对台湾医疗体系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她发现，台湾医生的工作强度虽然也不小，但比起北京的3甲医院要轻松得多。志豪告诉我，他们医院严格控制门诊量，医生每天最多接诊20几个病人，而且每个病人的就诊时间至少15分钟。你能想象吗？在北京，3分钟看一个病人都算慢的。更令雪梅震惊的是，台湾医生的收入水平。志豪作为一名心脏外科医师，月收入折合人民币轻松突破5万，加上手术提成和各种补贴，年收入相当可观。而且台湾的物价虽然比大陆高，但医生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的比例更加合理，生活质量非常高。丽姐，我以前真的误会了台湾的医疗水平，我总以为大陆的3甲医院是最好的，台湾的医疗条件肯定比不上，现在我才知道我错得多离谱。雪梅告诉我，台湾医院的设备一点都不比北京的差，有些甚至更先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医患关系远比大陆和谐。志豪说，他从医10几年遇到的医患纠纷屈指可数。台湾病人普遍很信任医生，不会动不动就怀疑医生的专业性或者有什么利益输送，这让雪梅感慨万分。在大陆，医患关系紧张已经成为常态，很多医生甚至因为害怕被投诉或被暴力伤害，不敢全力施展医术。有一次，我在志豪的门诊旁听，有个病人的治疗方案可能需要调整，志豪直接做了半个多小时，跟患者详细解释各种可能的方案，让患者自己做选择。你猜患者什么反应？他感动的不行，一个劲地说，谢谢医生这么认真对待我。丽姐，你能想象吗？在北京，我要是跟每个病人都聊这么久，排队的病人估计能把诊室门砸了。除了医患关系，台湾的医疗保险制度也让雪梅大开眼界。台湾的全民健保覆盖率极高，几乎所有居民都能享受到相对公平的医疗服务，无论贫富，基本医疗需求都能得到保障。志豪说，台湾的健保虽然也有很多问题，但至少保证了看病不会成为压垮普通家庭的负担，而且医院和医生不会因为患者的经济状况而区别对待。这种制度设计也减轻了医生的心理负担。志豪告诉雪梅，他只需要考虑什么治疗方案对患者最有利，而不必过多考虑费用问题，因为健保会承担大部分费用。在大陆，我常常需要考虑患者的经济状况，有时候明明知道某种治疗方法更好，但因为太贵，患者负担不起，最后只能选择次优方案。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特别难过。雪梅在台湾医院实习了一段时间后，更加确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虽然她在大陆有着令人羡慕的主任职位，但现在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却提高了不少。丽姐，我在台湾重新考了医师资格，现在在志豪的医院做住院医师。虽然职位比在北京低了不少，但我一点都不后悔。这里的学习氛围很好，上级医师都很乐意带新人，不像在大陆，资源和机会都被守得很紧。雪梅还告诉我，台湾医院的人文关怀也做得非常到位，医院里有专门的社工部门，帮助经济困难的患者申请补助，有心理咨询师为患者和家属提供心理支持，甚至还有专门的志愿者陪伴没有家人照顾的患者聊天解闷。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护士长跪在地上，帮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穿鞋，那一刻，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在大陆，护士往往忙得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哪有时间做这些事啊？雪梅说，这种人文关怀不仅体现在对患者身上，也体现在对医护人员自身的关爱上。医院有完善的心理减压机制，定期组织员工活动，帮助医护人员缓解工作压力。志豪所在的科室每个月都会有一次聚餐或者户外活动，科室主任会鼓励大家分享工作中的困惑和压力，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这种团队氛围是我在北京工作时从未体验过的。但雪梅也坦言，台湾医疗体系并非十全十美，由于全民健保的财政压力，一些高端医疗设备和药物的引进会受到限制。此外，某些专科的等待时间较长，患者可能需要预约几个月才能就诊。但总体来说，台湾的医疗体系更加人性化，更加注重医患双方的感受。医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白衣天使，而是患者健康路上的同行者和引路人。在雪梅到台湾的第3个月，她经历了一件更加震撼的事情。那天，台北下着大雨，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停在医院急诊室门口。志豪正好在急诊室值班，雪梅也在现场。车上抬下来一位面色苍白的中年男子，据说是在路边突然晕倒，可能是心梗。紧急情况，立刻准备手术室！志豪大声喊道，同时熟练地检查患者的生命体征。雪梅站在一旁，看着这紧张而有序的急救场面。最让她惊讶的是，从患者被送入急诊到确诊，再到进入导管室准备手术，整个过程不到30分钟，这在北京根本不可能。雪梅后来对我说，在北京，光是挂号、缴费、各种检查，没有1个小时根本搞不定，更别说准备手术了。更令雪梅震惊的是，手术刚开始，医院就有专人去联系患者家属，详细告知病情和治疗方案。当患者家属赶到医院时，社工部门的人员已经准备好了休息区和热茶，还安排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疏导。丽姐，我当时真的惊呆了。在北京，家属通常只能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根本没人管你是不是快急疯了。手术非常成功，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患者装上了支架，避免了心肌的进一步损伤。术后，志豪和团队为家属进行了详细的病情说明和术后护理指导，甚至还告诉他们如何申请健保补助。志豪说，在台湾，医生不仅要治病，还要关心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经济负担。医院里有完整的社工系统，帮助患者解决各种后顾之忧。这种全方位的服务理念让雪梅深受触动。她回忆起在北京工作时，常常只能关注疾病本身，而无暇顾及患者的其他需求。在大陆，医生的主要压力来自看病数量。我曾经一天门诊看过100多个病人，平均下来每个病人只有3-4分钟。这种情况下，哪有精力去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台湾医疗体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基层医疗的重视。台湾实行分级诊疗制度，轻症患者首先去社区诊所就医，需要进一步检查或治疗的才会转诊到大医院。志豪说，这种制度既避免了大医院的过度拥挤，也让医疗资源得到了更合理的分配。在台湾，像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很少有人会直接去大医院。相比之下，大陆虽然也在推行分级诊疗，但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患者不信任基层医院，宁愿排队数小时也要去大医院看病。我在北京的时候，每天一大早，医院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有些患者凌晨3-4点就来排队挂号，就为了看一个普通的妇科炎症。想想真是太辛苦了。除了制度上的差异，台湾医院的教学理念也让雪梅耳目一新。在台湾，医学教育非常注重临床技能和沟通能力的培养。医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学习如何与患者有效沟通，如何理解患者的需求和感受。有一次，志豪带实习医生查房，他告诉实习医生，医生不仅要看病历，更要看人。要了解每个患者的生活环境、心理状态、家庭支持等因素，才能制定最适合的治疗方案。这种教育理念培养出了一批批既有专业技能，又有人文关怀的医生。他们不仅关注疾病本身，更关注患者的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在台湾，医生普遍有很强的同理心，他们会站在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理解患者的痛苦和担忧。这种态度让患者感到被尊重、被关心。雪梅逐渐融入了台湾的医疗环境，她惊喜地发现，自己在这里不仅学到了新的医疗技术，更学到了一种新的医患关系和医学理念。丽姐，我现在每天下班都很轻松，不像在北京，常常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更重要的是，我感觉自己真正在帮助患者，而不是机械地完成任务。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的增长，雪梅对台湾医疗体系的了解越来越深入。
他发现台湾医疗的先进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上，更体现在软实力上。志豪的科室每周都有学术讨论会，医生们围坐在一起，分享最新的医学进展，讨论疑难病例。这种氛围非常开放，不论资历深浅，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这种开放的学术氛围促进了医学知识的传播和更新。医生们不断学习最新的医学进展，将其应用到临床实践中，提高了医疗水平和患者满意度。在北京，科室里的学术氛围就没那么浓厚，大家都忙着看病，根本没时间坐下来认真讨论学术问题。而且，资历浅的医生很少有机会在会议上发表意见，更多的是听取上级医师的指示。雪梅还发现，台湾医疗界对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也与大陆截然不同。志豪告诉我，台湾医院对医疗事故的态度是认错不认罪。如果发生医疗事故，医院会第一时间向患者道歉，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味推卸责任或隐瞒事实。这种坦诚的态度反而降低了医疗纠纷的发生率，患者感受到医生的诚意和责任感，更容易接受医生的解释和处理方案。在大陆，医疗事故往往被视为医生的过错，甚至可能面临法律诉讼。这导致很多医生采取防御性医疗，不敢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患者反而无法获得最好的治疗。台湾医疗体系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患者的生活质量。医生不仅关注疾病的治愈，更关注患者的生活满意度和社会功能恢复。有一位癌症患者，志豪不仅为他制定了治疗方案，还邀请营养师制定饮食方案，安排康复师进行功能训练，甚至还联系患者的工作单位，帮助他逐步恢复工作。这种全方位的关怀，在大陆医院是很少见的。这种关怀不仅限于住院患者，对于门诊患者同样如此。医生会详细询问患者的生活习惯、工作环境、家庭状况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为患者制定最适合的治疗方案。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奶奶因为关节疼痛来看门诊，志豪不仅为她检查了关节情况，还询问了她的家庭环境，发现她独居，家里的设施不适合行动不便的老人。志豪立即联系社工部门，帮助老人申请了居家环境改造补助，还安排了志愿者定期上门探访。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让雪梅深受感动。她意识到，真正的医疗不仅是治病，更是关心人的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在台湾，医疗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关怀和责任。医生不仅是疾病的治疗者，更是患者健康的守护者和生活的指导者。随着对台湾医疗体系的深入了解，雪梅也开始反思大陆医疗体系的问题和改进方向。我不是说大陆的医疗技术不好，恰恰相反，大陆顶级医院的技术和设备可能比台湾更先进，但在医患关系、服务理念、人文关怀等方面，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雪梅认为，大陆医疗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资源分配不均和医患关系紧张。大城市的顶级医院人满为患，而基层医院却得不到患者的信任，医生工作压力大，收入却不成正比，患者对医疗期望高，但又缺乏对医疗专业的尊重和理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是加强分级诊疗，提高基层医疗水平，让患者愿意去社区医院看常见病。其次是改善医生的工作环境和收入待遇，让他们有更多精力关心患者。最后是加强医患沟通，建立互信互尊的医患关系。雪梅说，她在台湾的经历让她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虽然台湾和大陆的国情不同，医疗体系也有很大差异，但台湾的很多做法和理念确实值得大陆借鉴和学习。比如，台湾对基层医疗的重视，对医患沟通的重视，对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关注等等，都是大陆医疗体系可以借鉴的方面。现在，雪梅已经在台湾生活了近1年，她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她不再是那个疲惫不堪的北京3甲医院主任，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医生。丽姐，我现在每天都很开心，工作有意义，生活有质量。我真的感谢你介绍志豪给我，让我有机会体验这么不一样的医疗环境。志豪也很欣赏雪梅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他常说，雪梅的加入为科室带来了新的活力和视角。
两人不仅是夫妻，更是事业上的合作伙伴。我们经常一起讨论病例，交流医学观点。志豪说，大陆医生在某些领域的经验和技巧是台湾医生学习的榜样，我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雪梅的故事让我对台湾的医疗体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台湾医疗的先进不仅体现在技术和设备上，更体现在对人的尊重和关怀上。作为一个红娘，我最开心的不仅是牵线搭桥，促成一段姻缘，更是看到我的朋友在新的环境中找到了事业和生活的平衡，找到了真正的幸福。丽姐，来台湾这一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年，我不仅收获了爱情，还重新找回了当初学医的初心和热情。雪梅的故事也让我对医疗有了新的认识。医疗不仅是治病救人的技术，更是一种关怀和服务。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好的医疗都应该以人为本，以患者的健康和幸福为最终目标。志豪常说，医生的使命不仅是治愈疾病，更是减轻痛苦，给予患者希望和力量。这种理念不分地域，不分国籍，是所有医生共同的追求。我想，这也是雪梅为什么能够在台湾医疗环境中迅速适应并发光发热的原因。因为不管在哪里，真正的医者仁心都是相通的。丽姐，我和志豪打算明年回北京探亲，到时候一定去看你。雪梅在最近的视频电话中高兴地告诉我，我也很期待见到这对幸福的医生夫妇。他们的故事让我更加坚信，缘分不仅可以跨越地域，还可以跨越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只要心中有爱，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希望雪梅和志豪的故事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医疗体系的差异背后，反映的是对生命和健康的不同理解和尊重方式。无论在哪里，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尊重，才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